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跟大家聊一聊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些问题。那最近呢，有很多银行理财产品开始亏损。那尤其是最近一个月的收益很多人不太能接受也无法理解，就是买的这种最稳健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什么还会亏损？那今天呢，我们就分析这个事情。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银行理财产品的亏损我们引申一下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所处的一个时代就是从财富大膨胀走向财富大收缩的这个时代。那我们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定位以更好的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的亏损。那你只要在网络上搜一下，就是银行理财产品亏损就会出现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的报道和文章。那这个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买的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呢，都是一些什么东西。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呢，他买的时候也不会看主要是靠银行理财经理的引导。那我估计下面这张图呢，大家还是有概念的可以看到。那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呢，它一般分为这么5个等级也就是谨慎型、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和激进型是从 R1 一直到这个 R5。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 R1 呢，它是保本的，其他的呢，它都是非保本类型。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买银行理财产品呢，大部分人认为这个 R3 以下呢，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 R1、R2、R3 呢，基本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具体的不同的银行理财产品配置的到底是哪些金融产品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那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根据这个风险和回报比的不同分为了不同的这个金融产品。从最下面呢是银行存款、国债也是最安全的，风险最低，回报也最低，一直到往上到银行理财产品，到债券到固定收益到私募基金，到股票到金融衍生品。那这个图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随着风险的上升，那回报呢也在升高。那一般呢，在 R1 呢配置的就是主要是国债和银行存款这个非常安全的一些产品。那到 R2 呢，它就会有一些混合和杂合。到 R3 呢，就是风险类的资产就会更多。那一直到 R5 呢这个股票基金金融类衍生品配置的就会更多它其实是这5类产品的一个杂合，一个柔合根据这个风险等级的不同配置的比例也不同。那我们下面呢就以这个招商银行这款季季开1号为例我们理解一下这个银行理财产品。那这个理财产品呢，它的风险级别是 R2， 是稳健级它一般会给一个说明，就是一个对照收益率，就是说本理财产品首个投资周期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年化 3% 到 4.3% 也就是说它在之前的这个时间段里，它一直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收益率给你一个比较基准，给你心里给你一个数。但同时呢你看它亏损了，这个近1月年化亏损了 4.42% 就是负的 4.42%。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年化的数据并不是说这一个月你就亏了这么多，而是用 4.42% 除以12，其实你是亏损了0.36就是如果你持有1个月的话，那你这支银行理财产品这1个月可以给你带来负的 0.36 的这个亏损。那如果你是持有1年下来的话，就是如果1年下来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一个年化收益率的话，那你1年下来才会亏损 4.42。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它配置的，就 R2 这个产品里面配置的具体是哪些产品它会告诉你它这里面投资有一个比例，有一个配置。那大家看这个图，那这个图里面就在讲这个固定收益类的资产呢，它的配置是不低于 80% 的。那这里面呢又包括标准化债券资产和非标准化债券资产。那标准化债券资产大家知道它其实就是交易所交易的这个债券这个债券呢和股票一样，它也有它的交易所你比如股票它是有股票交易所，有深交所、上交所，对吧股票呢100股一手它是个标准化的产品。你如果是买股权呢，它就是非标准化的，比如一个公司非上市公司的股权，那就是非标准化的那债券也是一样，债券呢一张面值1000元比如10年后到期的，票面利率 5% 的一个固定的这个有标准化的这么一个债券你买的话，它是在交易所，它也有交易所，它的交易所是沪深交易所和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它有这两大交易所。那在这里面上市的这些债券呢，都是标准化的债券你可以直接去买。那所谓非标准化的呢，就是比如说信托贷款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各类收益权之类的所以你就理解它这里面的这个配置这个标准化的资产呢不低于 60%非标准化的资产是0到 40% 之间其实就是这里面它有一个比例的配置就跟上面那个图我给大家的那个
一个参考一样，它其实是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的一个配置的组合。那风险越低的产品越偏向于 R1、R2， 越风险越低的产品呢，它配置的这种低风险的低回报的这个金融产品就越多啊。比如说配置非常多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债券啊，比例非常高。那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对，这里面要提一点，就是这些理财产品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写的是招银理财，对吧？它这个是招银理财，那其实不是招商银行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而是招商银行下面的这个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它叫招银理财。那招商银行呢，只是一个代销机构，相当于在法律上来讲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各大这个银行呢都有自己的理财公司比如说建设银行它有建信理财，工商银行呢有工银理财交通银行呢有交银理财中国银行呢有中银理财每个大行呢，每个银行呢都有自己的理财公司。那这个呢，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2018年4月份呢，当时出了一个资管新规这个资管新规它的目的呢，就是打破刚兑隔离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些理财产品，比如说大面积暴雷假如大面积暴雷的话，那可能会波及到这个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生死存亡，对吧？就是你银行理财子公司呢可能会破产，可能会消亡，但是因为它跟银行呢是独立的法律主体那它跟银行的风险呢也就实现了风险隔离所以说不会牵连到金融系统的这种根基，就是银行的风险如果理财产品全部暴雷了，或者理财子公司全部完蛋了垮台了，但是它也不会影响到银行的安危所以这就是各个银行设立这个理财子公司的目的监管上实现风险隔离。好，那不扯远了，那我们回到这个 R2 级别的这些理财产品的亏损原因呢究竟是什么？那显性的因素呢，就是 R2 里面呢它配置的这种标准化的产品债券下跌了。那为什么债券的价格呢会下跌这个呢就涉及到债券的定价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那债券定价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现金流量的一个折现但是你要先理解折现这个概念。我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你普通人呢，你能理解现在的钱呢比未来的钱肯定是值钱，对吧？你有100万的话，如果年化收益率是 8%， 那10年之后呢，这个钱就是100乘以1加 8% 的10次方，对吧？那因为是有复利的效应所以我已经帮你把数字算出来了，就是10乘以1加 8% 的10次方等于 215.9 万也就是说你现在的钱在10年以后呢是值 215.9 万的。那这个呢普通人很好理解就是说用现在的钱往未来去算它的价值。但如果你把思维稍微转换一下，就是说未来假如你第10年你有一笔 215.9 万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我让你换算到现在来衡量值多少钱其实就是把未来第10年的 215.9 万去折现放到现在呢就是值100万，而不是这个 215.9 万。所以这个就是折现的意思我们平时所说的复利效应和折现呢它是相对的复利呢是资金从现在往未来算，那折现呢是资金从未来往现在算。那不管是复利也好，折现也罢根本的原因呢在于货币它是有时间价值的不同时间点的货币价值呢是不同的。好，理解了这个折现的概念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只债券的定价呢它是怎么算的。那假设这只债券的面值呢是1000元，收益率是 5% 也就是说投资人每年收到的利息是50元。那第一年末收到了现金流呢就是50元，第2年末现金流呢是50，一直到第10年还本付息时，他收到的现金流呢是1000元的本金，再加上利息的50也就是1050。那然后把每一年的现金流呢你都去折现，那这个折现率我们这里面假设呢是 6% 那这个折现率在现实世界里呢其实是随时在变的因为随行就市嘛，每一天的资金的紧张程度都不一样，有时候资金紧张了就会升高，资金宽松了就会下降我们先假设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年的现金流折现以后呢，它加总呢就等于 926.3就是把每一年的现金流都折现这10年的加总起来等于 926.3。 那这个呢就是这只债券当下的价格当然到第2天呢这个价格可能又变化因为折现率呢随时在变，对吧？好，上面那个图里面的这个 6% 呢就是刚才说就是折现率，
那不同种类的债券的折现率呢也不同啊，比如是政府债券啊，比如企业债券啊，或者银行间的同业存单啊，那总的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折现率，那这个折现率呢都是无风险收益率啊，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构成的。所以说无风险收益率就非常重要了。那无风险收益率是什么呢？无风险收益率呢，一般就认为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所以这个债券的这个折现率都是无风险收益率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构成。所以10年期国债利率呢，如果一上升啊，整个这个定价的锚啊，我们讲定价的锚啊，所有资产包括债券资产，它定价的锚呢就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所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一上升啊，这个锚往上一走，那所有债券的这个折现率呢，自然也就上升，对吧？相对应的，所有的债券的价格就下跌啊。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来看最近1个月发生了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一直到4月份，整个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它是下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债券价格呢涨得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折现率在往下走嘛，所以整个债券的这个价格就在往上升。但是到了4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到4月底，尤其4月底5月初的时候啊，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5 的位置啊一路上行到现在的 2.9 啊，就是你看那个 2.897 啊，我们就说 2.9 吧，上升到 2.9。 那这个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这个定价的锚往上走啊，整个所有债券的这个折现率也就往上走，折现率往上走的话，那整个的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啊。所以说这个你也如果理解不了前面我说的那些现金流量的折现啊，或者这些概念，你就简单理解啊，这个利率上升，债券价格就下跌；利率下降，债券价格就上升。然后这个利率看什么呢？利率核心就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如果你前面的理解不了，你就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了，好吧？那整个我们看到啊，整个这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指数啊，叫中证指数啊，这个债券中证债券指数啊，那这个债券指数呢，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玩股票的，像我们的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啊，它是一揽子债券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走势啊，它反映的是这个沪深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这2个市场所有的综合一揽子这个债券价格的市场的一个变动趋势啊，就相当于股票大盘指数啊，你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那你看这个玩意儿呢，它从4月底的209的位置啊，一路下跌到现在的204的位置啊，可以说一路是跌跌不休。那所以说呢，不管你配置的是什么债券啊，哪怕是信用等级非常高的债券，它也是跌的啊，只不过跌的呢可能少一点啊。这个就像股票市场，当大盘下跌的时候，那个股票啊基本都是下跌的，只不过优质股呢它下跌的少一点，垃圾股呢它跌的多一点。好。接下来呢，大家这个跟上我的思维啊，这个前面讲的可能也比较快啊，那个这个就要跟上我的这个速度。那我们再引申一下，就是为什么债券定价里面呢，这个折现率啊升高了，就是为什么这个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啊，在这1个多月里的时间啊，在不停的往上涨。那好，那在中国呢，很多做债券市场交易的人呢，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惯性啊，就是经济越差，货币政策越宽松，利率呢。啊，也就是那个折现率也就越低。那正常来讲呢，这个思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10几年来，这20多年来，一直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啊。每当经济差的时候，央行就放水，央行就降准降息，然后货币政策就宽松，货币宽松以后呢，利率就下降啊。没错，过去10年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模式思维模式呢，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啊。那这个前提呢，就是说当货币政策没有接近边界的时候呢，啊，经济越差，利率越低，没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受到掣肘啊，或受到掣肘，那货币政策呢正在或者说已经接近这个边界的极限啊，也就是经济越差的时候呢，大家越没钱啊，然后呢资金成本呢越贵啊，然后你宽松的政策呢又出不来，那你利率呢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往下走了，而是升高。所以这样的话，以前的思维惯式就会彻底被打破啊。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买低风险的这个固定收益产品呢也会亏钱啊，因为债券交易员们他们一直在等这个央行的货币宽松，对吧？今年年初虽然降了3次准啊，但是这个力度已经到极限了，他们觉得还应该更宽松啊，但实际上呢啊，这个再宽松是变得很难了。我以前节目也分析过，对吧？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低了，银行的风险也很高了，如果再宽松的话，可能有金融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些整个债券的交易呢。啊，随着这个经济呢，因为经济越来越差嘛，啊，这个经济的铜墙铁壁毕竟挡在那儿的
然后宽松呢又等不来啊，所以说整个债券呢就开始下跌。那我们再讲一下，就为什么啊整个这个宽松等不来，或者说这个宽松呢为什么就是现在没有宽松，反而在有一些收缩的这个趋势。那整个一个社会的产出呢，它其实决定于3个方面，就是你有多少劳动人口劳动人口就是这个劳动寿命也就是劳动时间吧，还有就是科技，也就是劳动生产率。那在短时间内呢，如果没有大幅度的科技进步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的话，那关键呢就是看未来的这个劳动人口和劳动寿命看这个劳动人口、劳动寿命。那目前的状况呢是这个整个这个信用扩张已经在逼近极限不管是政府、企业或者居民，它加杠杆的这个在接近极限。那其实这个呢，简单的理解呢，就有点像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大家听说过这个理论对吧？它的宇宙从一个极点开始爆炸，然后膨胀，不断的膨胀。那它这个信用系统呢也很像，它不断的去膨胀接近极限以后呢，这个到一定程度以后宇宙有一种理论就是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反向收缩再往回收缩。那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的目前的货币这个信用系统，就信用货币的这个体系和系统也是一样，我们在不断的接近极限不断的扩张。这么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不停的在扩张在膨胀。那我们走到今天呢因为科技的进步，它需要时间需要创新，那可能走到一个尽头。那我们把未来的透支呢也透支到了一个相对的极限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是固定的这个劳动的时间也是固定的那我们把未来的30年全部透支了把未来的30年、50年劳动时间进行透支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进行透支。那这个时候信用的膨胀呢也到了最大那利率呢它也就变得很难走低大家现在越来越会发现，包括在未来会越来越发现市场的钱呢会变得越来越紧张，那利率呢可能会开始走高央行呢它也这个时候此时变得没有办法我之前其实有期节目讲的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用尽之时，即是危机到来之日那大家呢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讲的呢就是信用膨胀到极限之时也就是信用收缩来临之日。好了，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讲的可能这个题目呢可能稍微有点专业，有点复杂。那主要是关于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尤其是这个稳健型大家一直心目里面认为比较稳健的 R3、R2尤其是 R2这种理财级别的理财产品开始亏损。那给大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率，也就是折现率的走高，导致债券定价模型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以后的价值走低也就是债券价格的下跌。那利率呢也就是这个折现率的大幅走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扩张呢逼近于极限就是这种央行呢的货币政策趋近于极限，很难再带来新的宽松效应。那各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居民整个的这个杠杆率也高起。那我们正从一个信用的大扩张时代也就是财富的大膨胀时代，正在走向财富的大收缩时代。那在这样的转折的风口浪尖中，每一个经济的主体、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整个生存发展模式呢，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在未来。那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已经来临，也正在来临。那我们每个人呢需要为此呢做好准备。那我们也需要得到该得到的真相只有认清真相，才能很好的勇敢的面对未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